有消息称，中国现在开始出手反制菲律宾了，那么就开始在仙宾礁吹沙造岛。这个要真是这么回事，那可是真够菲律宾难受的。而越南呢，则表示中国呢应该有所作为，这话说的呀有点耐人寻味。欢迎来到张斌观察，我是张斌。现在外媒有传说，我们中国的海上执法力量已经控制了仙宾礁的这个周围的这个海域，可能要进行进一步的吹沙造岛了啊！这个呢是中国对菲律宾向美国提供基地的一种反制。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打开地图看一看，这可真是在菲律宾的咽喉中插入了一根钉子。因为这个仙宾礁啊，距离菲律宾的本土只有150多公里啊，不到160公里而且呢，这个位置非常的重要，而且呢，如果这个地方真的要造一个岛出来，那就可以成为这个美济岛的前哨。无论是战略位置还是日常对这个地区的管控来说呢，那都是非常重要的。不过这件事啊，我对这个消息呢是非常的怀疑，它很有可能是在翻炒的旧新闻，而且自己就往里边又加了一些料。它为什么呢？前一段呢，它就已经爆出过一些消息，说我们有是26艘渔船呢到了仙宾礁那个地方，并且有我们的海警的执法船啊，这就说明我们中国要在这边去造岛了。但实际上我们可以查一查啊，我们并没有安排挖沙船前往那个地方，而整个到现在也没有进一步的消息，估计就是把这个过去的消息给炒了一炒，又制造出这么一个舆论起来。当然了，我们说，如果说菲律宾走得太过分，和美国走得再进一步的话，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再吹沙造岛，这真是一个反制手段。不过现在呢，还不是时候，现在也用不到这么过激的这个手段。那我们来看几点。这第一，你看咱们的外长秦刚已经访问了菲律宾啊，而且呢，菲律宾那边呢也发了一个简短的公报啊，认为呢是中菲能够保持比较良好的关系。当然了，这个小马克思5月1号他就要去访美，那么到了美国，他会在这方面有所什么表现啊？那我们还要进一步的观察，要看他和美国的关系会发展到哪一步。第二一点呢，我们来看啊，现在呢，如果说我们采取这种比较更激进的一些手段，在这边真的要是造岛的话，那么会影响和东盟之间的关系，给中国和东盟之间的各种关系呢造成负面的影响，也会引发地区的紧张。第三呢，现在我们面临最重要的是2件事。第一个，和东盟整体保持良好的关系。第二一个呢，我们要尽快的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现在这个南海行为准则啊，东盟国家基本上是通过了，而且这中间已经沟通了好多次了。你包括越南都基本上认可现在的这些方案。那现在就看要等菲律宾他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了。从这件事一出来之后啊，有意思的是什么呢？越南这边其实呢对这个地区这最近的一些变化也有所反应啊。在不久之前越南的一个研究所他来中国和我们中国的一些机构进行了交流。越南提出一个说法，说这个中国应该在这个地区秩序上呢有所作为。他说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中国有些事情上是应该是强硬起来。当然这并不代表是越南的官方立场，这可能也只是一种学术上的，或者说是他们一些研究上的一些意见。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也确实可能这个反映了越南这边的一种思路我们来看几点哈。其实越南呢，它是希望在这个地区这个中美能够形成一定的平衡。美国最近的各种动作非常的这个激进，比如说和菲律宾搞这个肩并肩，这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这个军事演习，航母又过来了，又要搞这个什么岛礁作战什么的。那这一点上来讲呢，会引起东盟国家的不安，越南对这个也是有担心的。第二一个，我们再看越南呢其实也是想和美国建立比较好的关系，他想借助美国的力量呢来得到平衡，但同时呢他也要防范美国这个力量过大，给越南造成很多负面上的一些影响。所以呢他希望有中国的力量能够更多的去介入，这样呢也有助于越南最终在中间寻求一种平衡。第三呢，其实这也反映出这个东盟国家
对这个地方安全的不担心，越南呢也不太满意菲律宾的现在这种做法，而东盟的其他一些国家就直接对菲律宾的和美国走这么近的一些做法表示出了批评，这样做是会引起整个东盟地区的这个不稳定。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啊，菲律宾的走向还不大确定，但是它肯定会和美国是越走越近，这势必将会给这个地区带来很多不确定的因素。